这个眼镜男正在抓捕一名小偷，然而就在小偷摔倒的一瞬间，他竟然在茶园的施肥沟里看到了一只断手。这一发现让二人错愕不已。这部影片正是根据南京别墅碎尸案改编而来。其实在这起碎尸案的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起杀人骗保案，剧情层层反转，那真相又到底如何？我们一起往下看。警方来到案发现场后，相继在茶园的施肥沟里找到了3袋碎尸。根据这11块碎尸可以判断出，死者身高在170左右，体重超过200多斤。另外，死者的胯骨和头颅缺失，这就说明茶园里应该还有1袋碎尸没有找到。如果找不到第4袋碎尸，就没有办法确定死者的身份。陆队望向远处挥舞镰刀的茶农，直觉告诉他，凶器很有可能是一把茶刀。当受害人的尸体被带回警局后，法医老师经过尸检后发现，受害人的死亡时间是在4号晚上，死者的肚皮和大腿内侧有一些针眼，可以看出受害人应该患有糖尿病。警员小张带领队员对茶园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面对3000条施肥沟，他们整整挖了4天，也没能找到第4袋碎尸的下落。如何能在上千亩的茶园里找到第4袋碎尸，这成了摆在警方面前的一道难题。鉴于池震在上一起案子中优秀的表现，董副局长把池震调到了刑警队，协助陆离侦破这起茶园碎尸案。此时陆队已经想到了找第4袋碎尸的方法，他正在等待着一场降雨。一场大雨过后，陆离带着池震重新来到了这片茶园。施肥沟的土一般都很松，如果下雨的话，雨水很快就会渗下去。如果凶手在施肥沟里埋了尸体，雨水渗不下去，就会形成积水，所以有积水的地方就是凶手埋尸的地点。按照这个方法，他们果然在茶园里挖出了第4袋碎尸。碎尸发出的阵阵恶臭简直令人作呕。即便如此，陆队还是将手伸进碎尸袋里摸索证据。这时他从碎尸上扯下了死者的内裤，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死者的内裤上还缝了一个隐藏的口袋。割开内裤上的口袋之后，陆离在里面发现了一张登机牌。登机牌上的信息显示，这个男人叫陈明阳，3号那天他从十字岗来到了华城，紧接着4号他就遇害了。那死者为什么要把一张登机牌缝在自己的内裤里呢？陆离猜测，陈明阳很可能知道有人要杀他，他怕死了之后别人不知道他是谁。根据受害人的身份信息，警方很快查到了陈明阳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陆离和池震决定前往十字岗调查陈明阳的死亡原因。来到十字岗后，池震在陈明阳的家里见到了他的大姐和小妹。警方把陈明阳遇害的这件事告诉了他们。当姐姐听到陈明阳遇害以后，就瞬间的哭了起来，但是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池震感到十分的吃惊。他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中午就死了？等，你说他早上还好好的。我早上我真的不应该跟我哥吵架的。陈明阳明明在4号就已经遇害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他们警方认错人了吗？这时小妹拿来一张全家福，大姐在照片上指出瘦的那个男人是陈明阳。池震看后一脸蒙圈。根据他们的调查，陈明阳应该是个200斤的大胖子才对。池震又问了另外2名男子和他们家的关系。大姐说穿白 T 恤胖一点的男人是他的大哥，15年车祸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下面穿橙色短袖的男子是他的小弟，15年的时候被水淹死了。唯一活着的陈明阳正在草莓园干活。另一边，陆队在草莓园里真的见到了陈明阳。这个调查结果也让陆队难以置信。陈明阳告诉警方，3号他乘坐飞机去给他大嫂送过一些桂鱼干，4号一大早他便从华城返回了十字岗。这时陆队拿出了受害人身上的那张登机卡。陈明阳看后表示，这张登机卡的确是他的。紧接着陆队又拿出了受害人的照片。陈明阳说这个人他从来都没有见过。陆队质问他，既然你不认识死者，那你的登机卡怎么会出现在死者的身上？陈明阳说，下飞机的时候他就把登机卡给扔了，有可能是别人捡了他的登机卡然后嫁祸于他，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发生？偏偏捡走他登机牌的人就被杀了，而且还刻意地将他的登机牌缝在了内裤里，这不免让警方产生了怀疑。
为了证实陈明阳没有撒谎，于是池振来到了十字港机场，调取了陈明阳进出机场的监控。监控中显示，陈明阳在4号早上就从华城回到了十字港，受害人遇害时间在4号晚上。这就说明陈明阳既不是死者，也不是凶手。那他跟受害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没办法，陆队只能向村长打听陈明阳的家庭情况。据村长描述，以前陈家在村里好吃懒惰，生活上贫苦不堪，所有村民都瞧不起他们家。可自从他们家大哥去了康国做生意之后，他们家便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因为他们家小弟陈明光智力有问题，15年在河边玩耍的时候被河水淹死了。远在康国的陈明宇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便急匆匆地返回国内参加弟弟的葬礼。然而就在他返回康国的时候，车子发生了自燃。据听说，哥哥为了保护老婆和孩子，结果被活活地烧死了。本以为接下来陈家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可实际上陈家在死了2个人之后，他们的日子反而越过越好。怎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呢？陈家小妹告诉池振，原来他们大哥在死之前给自己买了5份人身意外险，保险公司赔了他们家1000多万，大嫂从中拿走了500万，在华城开了几家美容院，而剩下的钱都被他们家3个人平分了。第6感告诉陆队，陈明宇的车祸肯定有问题，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发生？刚买完保险不久，人就发生了意外，说不定陈家联合大嫂进行保险诈骗。随后陆队找到了这5家保险公司。据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回忆，15年上半年，陈明宇在他们公司买了1000万的人身意外险，结果下半年就发生了意外。一开始他们也觉得这件事很蹊跷，陈明宇到底是死于车祸还是死于他杀？为此他们5家公司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小组。几个高速出入口他们都已经调取了监控录像，开车的人的确是陈明宇，老婆和孩子坐的是后排。非刑事案件，像车祸这种意外死亡的，只要家属能确认死者的身份，有权利不进行尸检。当时确认死者身份的人正是他的妻子王淑仪。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陈明宇是死于他杀，所以他们只能按照保险流程进行赔付。几天的调查下来，陆队和池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就在他们想要返回华城的时候，池振的一个动作让他突然意识到，死者身上的那张登机牌很有可能是陈明阳主动交给他的，他们之间肯定认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在死者遇害的前一天，陈明阳和死者乘坐了同一班飞机。想到这里，陆队他们来到了乘客服务中心，调取了当班所有的乘客信息。结果警方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一个名叫孙威的男子，无论是五官还是体型，和死者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信息组通过进一步的确认后发现，孙威是一名康国华人，来到华城之后一直租住在一家高档酒店内。顺着这条线索，很快陆队就来到了这家酒店，查到了孙威租住的房间。孙威遇害以后，在客房里还留有一个行李箱。陆队在孙威的行李箱内找到了一本护照和2条带有暗兜的内裤，这和案发现场发现的那条内裤一模一样。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了一盒草木烯硫基叶片和几枚针头，这几枚针头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孙威刚好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案件调查到这里，可以确定死者正是孙威。另一边，池振仍然坚持地认为陈家存在杀人骗保的行为，陈家大嫂王淑仪跟这起案子绝对存在某种联系，所以他来到了王淑仪的美容院展开调查。美容院的财务部门告诉警方，王氏美容院一共有3个股东，最大的股东是王淑仪，其次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个股东是康国华人，名字叫孙威。虽然他的投资比例占比最小，但是他却分走了公司1多半的利润。池振听后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早就猜到死者跟陈家和王淑仪肯定有联系。很快，池振便将这一发现告诉了陆队。3号那天，孙威和陈明阳一起乘坐飞机来华城，就是为了见王淑仪。当初警方调查的时候，陈明阳说他不认识孙威，更没有见过他。很明显，他是在撒谎。杀害孙威的凶器是一把茶刀。4号那天早上，陈明阳回到了十字港，所以杀害孙威的只能是王淑仪。
如果陈明阳和他大嫂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比如杀他大哥骗保，而这些见不得光的事又恰好被孙威知道了，所以他们就想到了杀人灭口。这也就能解释得通陈家和他大嫂为什么都不愿意给陈明宇做尸检。但是这些也只是警方的猜测，他们必须找王淑仪当面对质。此时的王淑仪正在试穿婚纱，2天之后便是他二婚的大喜日子。池震问王淑仪，他最近和陈家是否还有来往？王淑仪向警方坦言，3号那天陈明阳曾给他送过桂鱼干。池震又问孙威有没有来过，王淑仪说那天孙威也来了，他们只是单纯的工作关系，私下很少有联系。一旁的陆队把孙威遇害的这件事告诉了他，王淑仪听后只是稍微的震惊了一下，随后便恢复了平静。陆队见状又乘胜追击，他质问王淑仪，他的前夫陈明宇是怎么死的？王淑仪听到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愣在了原地。幸好他的家人及时赶到，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陆队回到警局后，物证科的负责人告诉他，在孙威行李箱里找到的那盒草木烯硫浸液片是专门用于整容后消肿和定型的，所以孙威在遇害之前做过整容。陆队将这盒药交给了手下，他让手下查一下这盒药是从哪家整容院开出来的。就在这时，温妙玲又带来一条爆炸性的线索，真正的孙威并没有死，他现在活得好好的，他也的确是一名康国人，可他从来就没有来过华城。14年的时候，有个人以5万的价格将他的护照买走了。警方再一次搞错了死者的身份，案件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那么死者究竟是谁呢？就在警方陷入迷茫的时候，警员小张终于找到了给死者开出消炎药的那家整容医院。从医生这里，陆队终于知道了死者的真实身份。原来茶园里的那具碎尸正是陈家的老大陈明宇。15年的秋天，陈明宇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于是他拿着孙威的照片找到了自己。陈明宇想把自己的外貌整得和孙威一样，经过几次增肥和手术之后，陈明宇终于如愿以偿。为了保持外貌不变形，他必须定期服用草木烯硫浸液片。通过陈明宇整容隐藏身份的这件事，警方终于明白了陈家和他的大嫂在进行保险诈骗。或许中途他们因为利益分配不均，于是王淑仪联合陈家兄妹杀了陈明宇。婚礼当天，警方再次找到了王淑仪，还没等警方开口问他，这次王淑仪主动承认孙威就是她的前夫，但是她坚称自己没有杀陈明宇。就在陆队继续询问的时候，王淑仪的父亲走了过来。池震闲来无事，就想和王长林聊几句。池震给王长林倒了一杯滚烫的开水，王长林毫不犹豫地将水杯握在了手里，他竟然一点都不感觉到烫。也正是这个意外的举动，让池震找到了破案的灵感。因为茶农在炒制茶叶的时候，一般都不会用铲子，而是用手去翻炒，所以这些茶农根本就不怕烫。恰好王长林就具备这一特点。经过户籍科的调查，王长林果然是一个茶农，而且陈明宇的埋尸地点就在他的茶园里。按照户籍科提供的地址，他们来到了王长林的住处。当踹开房门的那一刻，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屋内到处飞满了苍蝇，地面上充斥着血迹和碎肉残渣。警方还找到了那把用于分尸的茶刀。技术科通过 DNA 鉴定，王长林家里的血迹正是陈明宇的。警方很快就将王长林抓捕归案。铁证如山面前，王长林不得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15年的时候，陈明宇在康国的生意一落千丈，同时还欠了很多外债，他没有能力再给自己的家人提供金钱上的帮助。可是陈家兄妹过惯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他们不想出去打工挣钱，只想依靠大哥做一只贪婪的寄生虫。于是陈家兄妹就想到了杀人骗保。他们给自己的哥哥买了5份人身意外险，紧接着再将智障的弟弟杀害。陈明宇从康国回来奔丧的时候，陈家兄妹将这一切告诉了他的大哥。起初陈明宇反对他们这么做，但是架不住家人的怂恿，陈明宇又看向屋外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最终还是答应了。为了防止引起警方的怀疑，让车祸自然更加的逼真，王淑仪先将自己的胳膊烧伤，随后他们将弟弟的尸体放到了驾驶位，
同时还把陈明宇身上的首饰戴在了弟弟的身上。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们将车辆点燃，最终他们瞒天过海，拿到了1000多万的赔偿金。有了赔偿金以后，陈家兄妹继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王淑仪用这笔钱在华城开了几家美容院。过得最惨的就属他们的大哥陈明宇，他只能通过增肥整容顶替孙威的身份继续生活。自从陈明宇变成了孙威，不仅他的老婆开始嫌弃他，就连他的女儿也不认识他了。2年之后，王淑仪背叛了婚姻，她爱上了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歌手，于是她下定决心要甩掉陈明宇。我没跟踪你。我最讨厌你这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所有人拿了钱都好好的过日子，你弟弟、你大姐、你小妹，包括我，拿了这笔钱，要么做事儿，要么享受生活。你呢？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看看你这张脸。这样啊，我同意你嫁给那个歌手，我自己把小鹿带大。你休想！你现在不是小鹿的父亲了。陈明宇什么都不在乎，他只想要回女儿。当他的家人知道这件事以后，陈家兄妹也极力阻止大哥要回小鹿，因为大嫂曾经答应过陈家，只要陈家在这件事情上帮他每年都会多给陈家几百万的分红。3号那天，在弟弟的陪同下，陈明宇再次来华城找王淑仪要孩子。今天我要是看不见小鹿，我就死你面前！爱死哪儿死哪儿，小鹿不会跟你走。王淑仪，我告诉你，你不要欺人太甚了。大哥，消气啊！明阳，你说的那个合约，我现在就答应你。从下个月开始，我给你大姐和小妹每人多加5万。什么合约？合约里说得很清楚，只要我每个月多给他们15万，我王淑仪从今天开始跟你们陈家毫无瓜葛。事情发展到最后，没想到所有人都合起伙来欺负他。陈明宇暗暗发誓，如果他要不回小路，大不了就鱼死网破，他要把骗保的事全都说出来。而王淑仪这几年经历的一切，也都被蹲守在门外的父亲知道了。陈明阳从美容院出来之后，他便唆使王长林杀了他的大哥，以防后患。当陈明宇回到酒店之后，他意识到自己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为了给警方留下杀人的证据，他将弟弟的登机牌缝在了自己的内裤里。第二天，王长林以归还小鹿为借口，将陈明宇骗到了茶园里。随后，王长林趁其不备，抄起桌上的茶刀，将陈明宇杀害。爸，不是我想你死，是你活着，我们都没法活着呀！照顾好我的女儿。一桩悬而未决的案件终于告破，等待犯罪分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